越南为何要拒绝中国高铁，选择日本高铁？越南高铁为何延期这么久，成为烂尾工程？日本被越南坑惨了吗？要致富，先修路，因为只有路通畅了，社会经济才能够取得高速的发展。所以，越来越多的国家都重视对高铁的建设。而要说在高铁领域的发展最快的，那就是基建狂魔中国了。近些年，随着中国的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，中国在高铁的修建的技术也是越来越炉火纯青了，而且一直都是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。此外，中国的高铁也已经成为了世界的名片。越来越多的国家因为国内的实力不允许，无力修建高铁，而都纷纷选择与中国合作，让中国帮忙来修高铁。然而，其中却有一个国家在中国明确想要帮助他们去修建高铁，但是他们却拒绝，而选择了日本来帮他们修建高铁。结果现在是结结实实的被打脸了，使他们国家的高铁项目一直处于停滞状态，迟迟不能够完成。这也给他们国内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。那么这是哪个国家呢？怎么还会拒绝中国给他们修建高铁呢？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回事。了解中国高铁的朋友应该都知道，日本的高铁速度虽然快，但是建造的价格一直都不便宜，这就会使得很多国家根本无力承受如此高昂的造价成本。而相比之下，中国高铁的价格就会更加实惠，因为中国会更加的考虑帮顾客减少修建高铁的成本，从而为有需要建高铁的国家选择最优的方案，以此来降低成本，从而达到最好的建设效果。中国高铁建设成本平均为每公里大概在1亿元人民币左右，只有其他国家建设成本的2/3，所以有很多国家会义无反顾选择了中国，因为确实是更加的划算和靠谱。但是这个国家为什么还会拒绝中国帮忙修建高铁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件事儿。这个国家就是越南。据了解，越南的国土在南北方向上跨度较大，所以只需要一条高铁线路将南北两地连接起来，越南的发展速度就会加快。所以越南政府就计划从河内开始延伸到胡志明，将这2个大城市间的铁路正式打通，然后修建出一条高铁来。这条高铁的全长为1570公里，这也是东南亚最长的高铁。因此在之前的宣传上，日本与越南将其称为东南亚第1高铁。而这条高铁预计成本在600亿美元左右，计划在2030年正式通车。然后针对于提出的这个高铁计划，越南就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招标，竞争国家有中国、德国和日本。但是最终越南既没有选择技术最好的德国，也没有选择发展最快、建造里程最远的中国，而是选了价格最贵、技术实力却只排在世界第3的日本。所以投标结果一出来，就让人感到难以置信，而且在当时就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和社会的热议，甚至有人说越南这次要被日本坑惨了。但是到了后面，里面的内幕才渐渐爆出来。据悉，越南选择日本的重要原因是因为越南政府没有钱，越南希望通过贷款的方式来修建成高铁，而只有日本愿意答应越南这样无理的条件，所以这才使得越南最终选择日本来帮忙修建高铁。据报道，越南的高铁项目预算为6.5万亿日元，折合美元600亿，人民币4030亿，确实是一笔非常大的天文数字。然而，日本答应愿意为越南提供低息贷款，但是事情并没有日本想的那么简单。在日本中标后，越南却又因为经济原因，希望日本能降价或者提供无息贷款，这就使得日本极为尴尬。但是日本也不愿意成为冤大头，就没有答应越南的要求，这也使得越南因为这条高铁而成为国际上的笑话。越南想要实现他们的这个高铁梦，所以也是在多方的和日本协商。越南这边想选择速度更慢的，时速为每小时2000千米的高铁，一次来把建设成本降低1/2。与此同时，越南还计划把整条原本贯通的高铁给分成了3段，先把两边的高铁建起来，从而开通这一段高铁来供国民使用，再慢慢的通过运营高铁的收入，把资金成本回收回来，再把中间的那段高铁线路连接起来，以此达到慢慢修建高铁的目的。虽然越南的这个想法看起来是可行的，但是越南政府内部却是议论纷纷，大部分的还是觉得高铁成本太贵了，根本没有必要花这么多的钱建设高铁。
而且加上越南政府部门人员的经常更替，这也就导致每个时间段的政策和方案都不一样，就很难使越南高铁的方案得到实施。就这样一直被耽误到现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最近日本宣布越南高铁的建设再延迟15年，到2045年才能开通。这消息一出来，就使得越南人哭笑不得了。不得不说，越南高铁一直拖延到现在，无论是对越南还是对日本来说，都没有任何好处。越南前期花费了较多的时间和精力，而到现在连高铁的影子都没有看到，真的是失望至极。估计现在也是很后悔没有选择中国来修建。而日本方面，由于越南高铁长期的拖延，这也使得日本将时间和资金持续不断地投入越南高铁的项目中，到最后还根本没见到钱的影子。这不仅可能让日本亏大了，而且还会严重影响日本高铁在世界上的声誉，也大大影响到日本高铁之后的招标。如此看来，日本被越南坑惨了。然而，这也不是日本高铁的第一次失败。此前，日本也抢了中国的高铁订单来帮助印度修建高铁，但是由于印度国内存在征地困难、党派斗争、潜在高票价受抵制等因素，由日本承建的印度高铁项目可能最终走向失败。而这个项目从开始到现在历经7年，这7年来，印度人也是由当年的兴奋变成如今的沮丧。同样沮丧的还有日本人，印度高铁的失败宣告日本新干线对外投资遭遇的一次滑铁卢事件。所以日本在国际高铁的订单上的持续失败，这也将使得日本高铁在国际上的形象受到很大的影响，也会失去很多国家对日本在高铁技术上的信任。这对于日本高铁的发展可以说是致命的打击。反观中国高铁却是取得了更快的发展，也在国际社会上有了更多的信任。虽然越南没有选择中国，但是选择中国高铁的泰国却是取得了完全不一样的发展。泰国在竞标一开始就坚定地选择了中国高铁，拒绝了日本和德国的高铁。而且事实也证明，泰国政府还是非常有眼光的，在今年5月份正式宣布从曼谷东北到呵勒府的高铁预计在2023年通车。随着高铁的通车，也将极大地促进泰国的经济发展。对此，有专家说，泰国选择中国高铁做了明智的选择。所以说，当初越南政府要是不拒绝中国帮忙来修高铁，现在可能都已经修好了。不过现在后悔也没有用了，越南现在只有看如何弥补这个过错，加快和日本的协商，争取将这条高铁尽快实现通车，这才是当务之急。不过随着全球经济陷入低迷的状态，这条高铁还能否有始有终都成为了一个大问题。